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另外一道韩式餐点生酮年糕，也会教大家怎么做生酮韩式辣酱，真的吃的我太满足了，希望你们也一样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然后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生酮年糕的干料，我们需要15克的燕麦纤维，口味和口感上都是最适合的，没有的话可以用1半的椰子粉或双倍的杏仁粉代替。接着加入9克的洋车签子，是这个食谱唯一的粘合剂，我用的是自己打磨成粉的。洋车签子除了粘合粉类，也是做出 Q 弹口感的关键食材，不能省略哦。都倒入大碗里，加入少许盐巴，不加也可以，1/4茶匙代糖弥补糯米粉的甜。接着搅拌均匀，我们的干粉就准备好了。湿料我们会用到蛋白30克，除了能帮助生酮年糕加热后不会散开，更重要的是它能提升年糕的口感。我们需要的就是类似水煮蛋的那种弹性。然后搅拌均匀，大概混合后，戴上手套继续揉匀。接着根据面团的状态慢慢加入水，凯总共用了25克，只能用室温或冷水哦。接着把它滚成圆柱形，尽量滚均匀一点，然后用刮刀切断，长度就看个人喜好吧。这个食谱分量是1人份哦，分量比较小，可以和肉或其他配菜一起吃。接着手上放点麻油，裹在生酮年糕上，防止它们表面被风干。接着就可以放一旁备用。我们来准备韩式年糕的汤底，1片昆布和4到5只洗干净的江鱼仔放入锅里，倒入200克的热水，先放一旁泡发一下。现在准备生酮韩式辣酱，小碗里倒入1汤匙番茄膏30克，2汤匙辣椒粉10克，1茶匙代糖10克，2茶匙鱼露和1茶匙料酒，搅拌均匀。我们的生酮韩式辣酱就做好了。接着我们来准备点简单的配菜，半颗洋葱75克切丝，少许青葱做装饰，斜着切更好看。也可以炒点白芝麻，有熟芝麻就省略这一步。刚刚的昆布和江鱼仔汤加热，昆布泡发后会变大，像这样微微沸腾后捞出来，这些都可以加点酱油和麻油炒一炒当配料，尤其是昆布对身体很好哦。接着我们加入刚刚准备好的生酮辣酱，搅开，加入洋葱和1茶匙的蒜末，再次沸腾。洋葱和蒜末都煮软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生酮年糕，搅拌。生酮年糕不需要事先煮熟，我们直接放在酱料里，只要加热让蛋液煮熟凝固，让洋车签子变得更有韧性就好了。做法简单很多。这时候可以加任何配料，凯就简单加了1颗水煮蛋，再搅拌收汁就好了。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前可以尝一尝，不够味的话可以补点鱼露或代糖，凯觉得味道刚好就直接盛出来了。水煮蛋切半摆上去，撒上芝麻、青葱，我们的生酮韩式年糕就做好了。做法简单，口感味道都很不错，欢迎大家试一试。
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喽，拜拜。